一名佯装精神病的嫌疑人通常会如何表演呢？试图伪装精神障碍的犯罪嫌疑人通常会给警方造成很大的困惑，他们会记忆缺失，出现幻觉，还会出现生理倒错现象、痴呆智障现象。可脱离警惕环境后，他们又会恢复正常。如果一名犯罪嫌疑人出现类似的外部表现，就要考虑他会不会是在诈病。嫌疑人为什么要诈病呢？根据我国刑法，完全不能掌控自己行为的精神病患者不负任何刑事责任，所以部分罪犯试图用装精神病逃脱罪责。那么该如何揭穿他们呢？首先必备的大前提是，我们需要精神病鉴定师为犯罪嫌疑人进行全方位的司法精神鉴定。2011年，一位入室抢劫的施某在被抓获后，被警方怀疑伪装精神病，并交由上海市的司法精神鉴定机构进行鉴定。在问答中，鉴定师问2+3等于几？施某装腔作势，缓慢作答说得5，但问他10减3得几？施某却回答什么10？这么多数算不过来。这就是简单常识检查表的测试案例。通常情况下，真正的精神病患者都能顺利回答简单问题，所以如果错误回答越多，就越可能是在装病。在施某展现了大量伪装精神病的临床表现后，医院对其进行了脑部检查，检测发现施某诸脑室及脑沟系统一切正常，并无病变情况。光靠这些还不够，证据是鉴定中的最佳辅助工具，这就要求鉴定师仔细分析警方的侦查报告及各项证据。在施某一案中，鉴定师发现其先前的病历格式不规范，新的病历用时3个月才提交。经调查发现，该病历果然是伪造的。案件最后，施某被评定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。当然，现实中的司法精神鉴定过程可能更加复杂，实验室检查、神经心理学检查、影像学检查都会使装病的嫌疑人无从对情。例如，生理测谎技术采用热敏图像系统，直接探测说谎者面部温度，识别率达83%。通过事件相关脑电位探测内侧额叶负电位，也可以检测出嫌疑人是否说谎。明尼苏达多项人格调查表针对伪装精神障碍而制定的42款量表等等，都可以帮助鉴定。所以，罪犯想要伪装精神病还是非常困难的。但如果一名犯罪时真的患有精神病的罪犯，经过司法精神鉴定之后免于刑罚，且不符合民众的期待，此时司法精神鉴定就会被错误地认为是在为嫌疑人脱罪。精神病犯罪与法律规制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话题，但对此我们找到了这样一段话：关于司法精神鉴定，你怎么看呢？感谢您观看本期节目。What on Earth 一探究竟是人文科普自媒体，我们关注人类社会值得探讨的有价值的话题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3连支持并推荐给您的朋友，共同开启更多可能性。